曾小雅穿上了医生的白色大褂，正在和白斑的医生说着话。战月用手臂挽着那篮水果进来。曾医生，我哥今天又给我送来了一篮水果，太多了，我吃都吃不完。现在看到有人给我送果篮来，我都怕了。给你送一篮，麻烦你帮我吃掉一些，余下的那些水果，我让管家分给其他医护人员了。白斑的医生笑道：战先生，你住院这么多天，等于是在住院部开着水果店，我们1层楼的人都挺你的福，吃上了免费的水果，还都是高档的水果。为了不突出，战月已经送了一篮水果给白斑的医生，所以他又送来一篮水果，说是给曾小雅的。白斑的医生便不觉得意外。曾小雅快步上前去，从战月的手臂上接过了那篮水果，说道：一篮水果很重，战先生的双手还没有完全好，不要提重物。我没有碰到伤口的，用手臂挽过来没事。不过曾小雅的体贴，对她的关心，让战月心里如同喝了蜜一样甜。曾小雅，她这是医生的正常反应。战月是他的病人，他看到了，肯定要帮忙，免得战月受伤的手一直好不了。我那些哥哥、同事、客户，只要知道我住院的，来看我都送果篮，叫他们不要再送果篮。他们说不知道送什么，又不好空着手过来，便还是送果篮。大家每次过来是看到他病房里的果篮很快就能销出去，所以继续送果篮，堆满了病房，只要战月让管家拿出去1分就分掉了。跟战月住在同一层楼的病人以及家属们，最近是有口福了，天天都能吃到战月分给他们的免费水果。知道战月是战家的少爷，家里有的是钱，他分水果给大家吃，大家便不跟他客气。战月还要谢谢他们帮忙解决医病房的水果。曾小雅笑道：江医生刚刚说的对，从你住进来开始，我们这1层楼等于开了水果店，大家跟着你享福，吃了多天的免费水果。其实你是可以出院的了，好吧，你要住到你的伤完全好了再出院，没问题。曾小雅是劝了数次，劝战月出院，但战月拒绝了，坚持要等双手的伤完全好了才出院。他就没有见过哪个病患像战月这样的，明明伤得不重，不需要住这么长时间的院，却坚持住10天半个月甚至1个月的。不是说战家的少爷们工作都很忙的吗？他们既要打理庞大的家族事业，又要打理他们个人的生意。说战家的少爷都有属于他们的个人生意。送了一篮水果给曾小雅后，战月便从他的办公室出来，回到病房里，刚在床上躺下，他的手机就响了起来。一看来电显示，战月赶紧坐起来，边接听电话边走去关上了病房的门，视线还盯着病房门口，防着有人进来。八少，今天有情况。打电话给战月的是战家的一名保镖，战月安排他暗中保护曾小雅，说的难听点就是盯着曾小雅，让他可以知道曾小雅更多的事。特别是他知道曾小雅有2名爱慕者，一个是他的同学，一个是他的学长，跟他一样都是医生。虽然他在哥哥面前自信得很，战月还是担心曾小雅会选择同行。他要趁那2名爱慕者还没有对曾小雅展开热烈的追求之前，先将他们的爱意扼杀在摇篮里。什么情况？保镖在电话里说道。上午有个男人捧着一束玫瑰花去了曾家诊所，那男人就是曾小姐的学长，叫林健。我花了1天的时间摸清楚了林健的情况，所以现在才打电话告诉八少。保镖将林健去曾家诊所做什么，待了多长时间，还有林健的情况都告诉了战月。曾医生不接林健的花束，应该是拒绝了林健的表白。战月松口气，还好曾小雅拒绝了。保镖将林健的情况告诉他后，战月就觉得林健配不上他的曾医生，感觉林健就是个凤凰男。林健既然在曾家人面前刷了2年的存在感，表白时曾小雅都拒绝，
说明曾小雅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林健。不愧是他战月喜欢的女孩子，眼光好着呢，怎么会喜欢林健那样的凤凰男呀？曾医生就该他战月去匹配。至于曾医生的那个同学，来过住院部约曾医生出去吃饭，但曾医生也拒绝了。战月想，曾医生也是不喜欢他的那位同学的。这两个爱慕者都不足为惧，只要他一出手，那两个爱慕者会被他秒杀，自己就不好意思和他公平竞争，退出去，让他自己一个人追求曾小雅。他努力努力就能抱得美人归了。你不用再盯着，可以回去了，这个月的奖金翻倍。战月知道了，两个情敌都不堪一击。主要是曾小雅不喜欢他们，他就不必紧张兮兮，担心曾小雅被别人抢走，自然就不用人再帮他盯着。再说了，这种事需要隐蔽，若是不小心被曾小雅发现了，反而坏了他在曾小雅那里的好形象。谢谢八少。保镖听到这个月的奖金翻倍，说话都带笑，谁都不会嫌钱多，他们的奖金比基本工资要高很多，奖金翻倍，钱包就涨了，当然开心了。这件事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，你都不要往外透露半句，绝不能让曾医生知晓。他背地里调查曾小雅的资料，摸清他两个爱慕者属于见不得光。战月不想让曾小雅知道，哪怕他们这个圈子里的人习惯性这样做事，但曾小雅不是他们这个圈子里的人，他若是知道了肯定会生气，他的好形象也会受损，影响他以后追妻。保镖连连保证自己不会说出去的，这件事他会一直保密，将来他百年归天了都会带进棺材里去，哪里敢让曾小姐知道啊？在战家干了多年，少爷们只要对一个女孩子感兴趣，那个女孩子以后就会是他们的某位少奶奶，他们哪里敢破坏少爷和少奶奶的感情？曾小雅值夜班，她很忙，战月也就是在护士站那里等，见了她一面，说了几句话，还有就是给她送水果，也说了几句话，之后他就见不到曾小雅了。一直到深夜，战月才迷迷糊糊的孟州宫去，不用上班的日子，吃了就睡，睡了就吃，他过着猪一样的生活。白天休息的太多，导致他晚上总是睡不着，深夜才睡吧，第二天醒来的就迟一点。不过他调了闹钟，清晨7点，闹钟就会把他从周公那里拉回来。临睡前，战月吩咐管家，明天的早餐给他送2份过来，他要请曾小雅吃早餐。林健都向曾小雅表白了，战月喜欢曾小雅，他也不想藏着掖着了，就给曾小雅送早餐，让大家看出他对曾小雅的特殊。隔天7点，战月的闹钟准时响了起来，可是他困得很，关掉了闹钟，翻了个身，又继续做他的美梦。他做着和曾小雅结婚的美梦呢，新婚夜还没有开始，他不想醒来，好歹也要等他洞房了再醒来吧。可惜重新入睡的他没有再做和曾小雅结婚的美梦，做了什么梦？后面重新入睡后，他什么梦都没有做，睡的那叫一个香甜。等战月再次醒来时，睁开眼，就看到了坐在他病床前的奶奶，吓了他一跳。他在做梦吧？还没有睡醒吧？奶奶怎么会在这里？不是说瞒着奶奶的吗？是谁告诉奶奶的？还是奶奶自己知道的？是呀，奶奶是他们家里的定海神针，哪怕奶奶年事高了，只要她想知道的事，她依旧有办法打听得到。不说他们兄弟几个会听奶奶的话，就是苏家那边都会帮着奶奶的。想瞒奶奶任何事，其实很难，除非奶奶自己装糊涂，不想知道，脸上生痛。战月回过神来，是奶奶用力地揪他脸上的肉，他还没有来得及叫痛，奶奶的手又转移到他的耳朵上，揪着他两边耳朵，揪得他痛死了。奶奶，奶奶，你轻点，轻点，好痛的。战月不敢反抗，只能可怜兮兮地喊痛。
在老太太后面站着的是三太太夫妻俩。看到婆婆揪儿子的耳朵，三太太一点也不心疼，不仅不心疼，还对老太太说道：“妈，你揪得累了吧？换我来，我要好好教训这个臭小子，出这么大事居然瞒着我们。”战月叫起来：“妈，我都受伤了，你们不心疼我，还要教训我？谁叫你瞒着我们的？”刚知道老爸出车祸，他们都吓到了。还好婆婆说老爸的伤不重，只有双手受了点皮肉伤。三太太平时骂儿子是骂得厉害，可是儿子真出点什么事，她这个当妈妈的那是心急如焚，担心的不得了。长子也说老爸的伤不重，可是伤不重的话，老爸干嘛住那么久的院？夫妻俩跟着老太太大清早匆匆赶来医院看老爸。大嫂和二嫂他们知道了，也在来医院的路上。老太太撒了气，总算松开了战月的耳朵。战月看向站得远远的亲哥哥以及大哥，还有他的管家，他眼神幽怨。怎么一个二个不提前打电话告诉他呀？害他一醒来对上奶奶，吓了一大跳。奶奶、爸妈，我这不是怕你们担心吗？再说了，我又没有什么事，就是双手被挡风玻璃划伤了，流了点血，并没有伤到骨头，现在都好的差不多的了。战月边说边摸着自己被奶奶揪过的耳朵，奶奶看着很用力的样子，其实就是刚开始那一下子用了点力，让他痛上一痛，后面都是装模作样的了。三太太拍打他2下，说道：“没什么事，需要住那么久的院？你个臭小子，出车祸也不跟家里说，万一爸妈连你最后一面都见不到，啊呸，大吉大利！”三太太说完后，又自己呸了2声，连声说大吉大利。他们战家的祖宗给力，会保护子孙后代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。奶奶、爸妈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瞒着你们的。战月识时务，赶紧道歉，免得母亲真的上手揪他的耳朵。为什么他们家的女人就喜欢揪他们的耳朵呀？不过我真的没什么事，真有事，大哥也不会帮我瞒着的。住院是大哥让我住院的，大哥不放心，让我住院多观察几天，确定没事了，等我双手的伤好转再出院。他和曾小雅八字还没有一撇呢。战月下意识地护住曾小雅，不敢让家里长辈知道他是冲着曾小雅赖在医院不走的。反正刚进医院时是大哥要求他住院的，他这样说也没有冤枉大哥。听着老八的话，战印也没有否认，他走过来承认地道，老八出车祸被送进医院时，脸色有点白，没有多少血色，身上的衣服全是血迹，看着伤得很重的样子。所以我就让他住院做过全面的检查后，确定没有内伤，我也不放心，让他多住几天的院，多观察几天。战印视线落在战月还缠着纱布的双手上，说道：“老八的手受了伤，就算出院也无法上班，还不如留他在医院里住着呢。隔几天医护人员就会帮他换药，他也能老老实实的养伤。出院回家的话，谁知道他能在家里待上几个小时。”由于战月是住院，精明如老太太者，都想不到战月赖在医院不走的真正原因。听了战印的解释，老太太说道：“让奶奶看看你的手。”战月伸出双手让奶奶看，老太太捧着她一边手反复看了看，能闻到药味，她说道：“真没有伤着骨头？”“没有，不过伤口很深，都看到骨头了，又不止一道伤口，所以要完全好需要一段时间。”战月撒谎，其实伤口缝过针，好的七七八八的了，不过他还包着纱布，又用药。奶奶看不到他伤口的样子，他说什么奶奶也不会怀疑。三太太也检查了一遍，他还捏了一下战月装着很痛的样子。“妈，你是想我再多住半个月的院吗？”三太太放下了他的手，真痛呀，我以为好的七七八八了呢。亲妈，
这绝对是亲妈。一偏头，他看到了旁边的那张床上又堆满了果篮，他顿时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。奶奶，你们来看我就行了，不要给我送果篮了，我吃不了那么多。昨天晚上才让管家把大家送来的果篮全都分给同层楼的病人吃了。老太太说道，是你哥哥他们买来的，奶奶可没有花钱。你个臭小子，瞒着我都不让我知道，欺负奶奶老了不中用了，就瞒着我，我生气呢。怎么可能给你买果篮？你想得美。奶奶，战月用撒娇的口吻叫了奶奶一声。老太太伸手就戳她的额头，不要用那样的语气叫我，听得奶奶都要起鸡皮疙瘩了。你以为你是贝贝啊？都快30岁的人了，还撒娇。我就算活到100岁，在奶奶面前也是奶奶的乖孙，就是可以向奶奶撒娇。反正病房里没有外人，她撒娇怎么了？老太太笑道，你活到100岁，奶奶都不知道投胎多少回了。行了，不说你了，你好好养伤，等你大伯他们到了，奶奶就和他们一起回去。大清早的赶过来，害奶奶没有睡好觉，都困了。都怪你个臭小子。战月一再的道歉，老太太才饶了他。床头柜上有2份早餐，是管家按照战月的吩咐送过来的。战三爷说，儿子还没有吃早餐吧，赶紧去洗把脸，然后吃早餐，等下饿坏了身子，又累你奶奶担心你。要不是儿子都快30岁的人了，他铁定揍一顿，害得老母亲大清早的就往医院赶，害得他们也没有睡到懒觉，早早就跟着老母亲往医院赶，一路上还担心得不得了。来了医院，看到老爸是真的没大事，夫妻俩悬着的心才放下来。战月哦了一声，他赶紧下床去洗脸刷牙，不过他双手包着纱巾，洗脸还得管家帮忙。一会儿后，他回到床前坐下，老太太看他的双手，觉得自己吃饭应该没问题，便坐着不动。他爸妈也坐着不动，战月也不用谁喂他。刚开始那几天，手上的伤着实痛得厉害，痛得他无法自己吃饭，才有管家喂了几天。现在好的七七八八了，能自己吃饭。他都是自己吃饭，怎么是2份早餐？你天天躺在床上不动，还吃那么多，小心长胖了。出院时变成个胖子就不帅了。三太太说着儿子，这是他亲妈呀，人家当妈的巴不得儿子多吃点呢，他妈妈却嫌他吃的太多。本来就没有人要长胖了变丑了，就更娶不到老婆了。你七哥过2天就带女朋友回来见家长，你的女朋友还不知道在哪个角落。三太太羡慕2位大嫂，他们的儿子都成家立室了，而她当初为了拼一个女儿，连生4胎，结果生了4大金刚，是妯娌3人中生育最多的。若能如愿生个女儿，还是值得的，偏偏生的是4大金刚，害得她现在还没有完成任务，2个小儿子还单着呢。老九还不用着急，可是老八已经28岁了，该着急的了。你怎么不跟你六哥学一学啊？兄弟几个结婚时最年轻的便是战远了。战月忍不住说道，妈，你能不能让我好好的吃早餐？我饿死了。七哥带女朋友回来见家长，那是七哥的事，干嘛扯到我身上来？妈又不是没有当婆婆，妈都有2个儿媳妇了，孙子也抱到了，还那么着急干嘛？等我缘分来了，我自会结婚的。妈，婚姻是要讲缘分的，没有缘分，青梅竹马也结不成婚。老太太还是心疼孙子的，她开口了，老三家的让阿月吃了早餐再说吧。三太太这才不再说下去。白班和夜班的医生要交接班了，被家人围住的战月总算又见到了他的心上人曾小雅。曾小雅没有见过战家老太太，不过她知道战月的身份。见战月的病房里坐着老太太，还有一对夫妻，战月跟那对夫妻挺像的，猜到坐着的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就是战家那位老夫人。
那对夫妻应该就是战月的爸妈吧。等医生们问过战月今天的情况后，三太太关心地问曾小雅：“医生，我儿子什么时候可以出院？”战月想阻止曾小雅回答，却不知道该怎么阻止。他冲曾小雅使眼色，奈何曾小雅看着他奶奶和他妈妈，就是不看他，没有接收到他使过去的眼色。他听到曾小雅说道：“阿姨，战先生手上的伤好得七七八八的了，早就可以出院回家休养。但是战先生说回家换药不方便，平时又太忙，正好趁着受伤好好休息。说在医院住着，大家就不好拿工作上的事烦他了，他可以过一段清静的日子。”战月恨不得寻个地洞钻进去。曾医生真老实，什么都说了。三太太扫了儿子两眼，向曾小雅道谢：“这是我们医生该做的。”曾小雅觉得战家的人真的如传言那般，个个都很有修养，还有战家的人长得都很好看，就是老太太一把年纪了，也是她见过最美的老人家。战月的父母保养得很好，怪不得战月长得那么好看，他的爸妈男俊女俏呀。曾小雅从战月的病房出来时，恰好遇到了刚到医院的唐君业等人。唐君业等人向他们点点头，曾小雅等人回以微笑。等唐君业等人进了病房，曾小雅等人也走了好几步，估摸着病房里的人听不到他们说话。曾小雅和同事说道：“战先生出车祸的是估计瞒着家里长辈的，现在瞒不住了，家里的长辈大清早的全都来了。”他同事羡慕地道：“真幸福呀！早听说战家的家风很好，兄弟叔侄和睦相处，今天见到了，传闻果然不虚，就是战家的门槛太高了，他们普通人高攀不起。哦，他都当妈了，还想啥呢？都怪战少们太帅了，看到帅哥，他就会后悔自己嫁了人，没有资格再倒追战少们。”